樂圈最大懸念，張凌赫田曦薇關係謎團終於迎來反轉。最近這段時間，如果要問哪一對熒幕搭檔最容易讓網友反覆回看互動細節，張凌赫和田曦薇絕對算得上其中之一。從逐玉開播之後，兩人的名字就一次次被放在一起討論。有人被劇情裡的高甜瞬間狠狠擊中，有人卻開始把目光從角色身上移開，轉而觀察兩人在戲外究竟是什麼狀態。尤其是那些沒有經過精心包裝的小動作，更讓網友忍不住產生疑問：到底是角色濾鏡太強，還是兩個人真的擁有一種特別的默契？而現在回頭看，這段關係似乎又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反轉。因為真正讓網友上頭的，可能從來不是那些刻意設計出來的甜，而是兩個人在某些瞬間表現出來的自然感。先別急着下結論，我們今天就從逐玉的劇情到兩人在片場和宣傳活動中的互動，一層一層拆開來看。當然，必須先說明一點，目前公開信息能夠證明的是張凌赫和田曦薇是逐玉的主演和合作夥伴。至於兩人現實中的私人感情，目前並沒有足夠可靠的信息可以證明他們存在戀愛關係。所以，與其直接給這段關係貼上標籤，不如看看為什麼他們會一次又一次成為網友討論的焦點。第一層懸念其實來自逐玉本身。在劇中，張凌赫飾演謝崢，田曦薇飾演樊長玉。兩個人一開始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甜蜜情侶，而是從一段帶有契約性質的婚姻關係開始。一個身份複雜，一個性格直爽，一個看起來冷靜克制，一個完全不按套路出牌。這樣的組合本身就自帶巨大的戲劇張力。所以，當兩個人逐漸從互相試探走向彼此信任的時候，觀眾很容易產生一種感覺，他們好像不是在演兩個完全陌生的人，而是在慢慢找到屬於這兩個角色之間的節奏。這也是張凌赫和田曦薇這組搭檔最特別的地方，不是單純靠撒糖，而是靠反差。張凌赫給人的感覺往往偏冷靜、克制，田曦薇則更加靈動活潑。當這兩種氣質放在一起，最容易產生的效果就是一個人的主動會不斷撞上另一個人的克制。於是，一個眼神，一個停頓，甚至一次沒有及時移開的視線，都可能被觀眾無限放大。但真正讓討論持續升溫的，還不是正片，而是花絮。有網友注意到，兩人在片場的相處並不像傳統意義上的營業型搭檔。一些公開花絮和採訪中，兩人會互相調侃，也會在拍攝間隙打鬧。這種互動最容易讓觀眾產生一種錯覺，那就是好像他們已經非常熟悉彼此的節奏。但這裡恰恰存在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問題：熟悉並不等於戀愛，默契也不一定意味着感情關係。對於演員來說，長時間合作、共同排練、反覆拍攝親密戲份，本來就可能讓彼此形成高度默契。尤其是古裝偶像劇，很多情緒、動作、眼神都需要兩個人提前溝通。所以，越是自然的互動，越應該被理解成演員之間的合作狀態，而不是直接被定義成現實關係。可是網友為什麼還是會反覆討論？答案就在第二個關鍵點。他們的互動並不總是按照一種固定模式出現，有時候是田曦薇主動制造氣氛，張凌赫負責接住；有時候則是張凌赫突然拋出一個反應，田曦薇馬上跟上。這種你來我往的感覺，讓很多觀眾覺得兩個人不像是在完成任務，而像是真的玩到了一起。在2026年3月的逐玉宣傳活動中，兩人更是因為大量名場面復刻再次引發討論，比如量腰圍、角色互換、互動挑戰以及現場牽手等環節，都讓 CP 粉迅速進入狀態。其中一些活動甚至直接復刻了劇中的經典橋段，這就非常關鍵了。因為當觀眾剛剛看完劇裡的感情線，再看到演員在現實宣傳場合重新演繹相似動作，大腦會自動把兩個畫面連接起來。於是，
一個普通的宣傳互動很容易被賦予更強的情緒意義。這也是娛樂圈 CP 為什麼總能製造巨大話題。觀眾看到的從來不只是一個動作，而是角色記憶、劇情情緒、演員狀態和現實畫面疊加之後產生的綜合效果。換句話說，真正讓人上頭的不一定是現實裡的關係，而是他們共同創造出來的那種氛圍。第三個細節則更加有意思，很多網友真正關注的不是那些非常明顯的親密動作，而是兩個人在互動之後的反應，比如害羞、躲閃、笑場，或者突然不知道該怎麼接話。這些瞬間為什麼特別容易出圈？因為他們不像標準化宣傳動作那樣完整，越是不完美，越容易讓觀眾覺得真實。但問題來了，這種真實到底是真實情感，還是演員在熟悉合作之後產生的自然反應？其實答案可能比我們想象中簡單，兩者完全可以同時存在。演員可以真的覺得對方好相處，可以真的形成默契，也可以在工作中產生很好的化學反應，但這依然不能直接等同於戀愛。所以這一次所謂的關係反轉，並不是說兩個人突然被證實有什麼特殊關係，真正的反轉是網友討論的重點正在發生變化。以前大家更喜歡問，他們是不是在一起？現在越來越多人開始意識到，也許真正值得看的問題是，他們為什麼能夠把這段搭檔關係演得這麼有感覺？答案可能藏在演員本身。張凌赫的優勢是他的克制感，他的表演經常不是把情緒全部寫在臉上，而是留下一點空間。而田曦薇的優勢則是靈動，他很擅長讓角色產生一種鮮活感，一個收，一個放，一個穩，一個跳。當兩個人面對同一個場景時，就自然形成了節奏差，而節奏差恰恰是愛情戲最需要的東西。如果兩個人永遠同時害羞，同時主動，同時表達，那麼畫面反而容易變得平。真正讓觀眾心動的是一個人在靠近，另一個人在猶豫；一個人在開玩笑，另一個人突然認真；一個人還沉浸在劇情裡，另一個人已經笑場。這種反差才是 CP 感真正的來源。所以很多時候，所謂的天生 CP， 並不是兩個人真的有什麼特殊關係，而是他們的表演方式剛好能夠互相補足。這也是為什麼《逐玉》播出之後，張凌赫和田曦薇的討論一直沒有輕易消失。因為觀眾看到的不只是兩張好看的臉，而是一種能夠持續產生故事感的組合。更重要的是，兩人的宣傳互動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印象。公開活動中，他們會根據節目要求複刻劇情，也會互相調侃。有時候，一個很小的動作就足以讓現場氣氛突然升溫。比如牽手、對視、角色互換，這些內容本身並不複雜，真正決定效果的是兩個人接不接得住。而張凌赫和田曦薇恰恰經常能夠接住對方的節奏，這才是網友覺得特別的原因。但如果我們把鏡頭拉遠一點，就會發現一個更加現實的問題。娛樂圈裡的 CP 熱度本身就是一種複雜的化學反應，演員的個人魅力、作品質量、角色設定、宣傳策略、粉絲討論以及社交媒體傳播都會共同推動一對搭檔成為熱點。所以，當某個互動突然衝上熱搜時，我們看到的只是最後一層結果，背後其實是整個作品和宣傳體系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真正聰明的吃瓜方式，並不是看到一個眼神就開始宣布戀情，而是把事實和想象分開。事實是，兩個人合作了《逐玉》；事實是，他們在公開場合擁有不錯的互动和默契；事實也是，他們的角色關係本身就非常容易製造 CP 感。至於現實生活中的關係，目前沒有足夠可靠的信息可以讓我們直接下結論，而這恰恰可能是這段 CP 最有意思的地方。因為沒有一個明確答案，所以觀眾才會不斷回看。一個鏡頭看一次是劇情，
看第二次是細節，看第三次就開始尋找隱藏信息，然後一個普通的眼神可能就被賦予了完全不同的意義。這就是娛樂圈最神奇的地方。有時候真正讓一對 CP 火起來的，並不是他們到底有沒有故事，而是觀眾願不願意相信他們之間存在一個還沒有被說出口的故事。張凌赫和田曦薇顯然就是這樣一對，他們的討論熱度已經不只是來自逐玉的劇情，而是來自角色與演員之間不斷產生的錯位感。戲裡是真的甜，戲外又足夠自然，宣傳時有互動，但現實關係依舊沒有被官方定義。於是一個巨大的懸念就這樣形成了，他們到底是真的特別熟，還是只是優秀演員之間形成的默契？也許答案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驚天動地，但正因為沒有答案，才讓這段故事一直保持着吸引力。所以如果一定要說這次最大的反轉是什麼，我反而覺得不是所謂的戀情曝光，而是大家終於發現，真正讓張凌赫和田曦薇這組 CP 持續出圈的，並不是某一個所謂的甜蜜證據，而是他們能夠讓觀眾相信謝峥和樊長玉，也能夠讓觀眾在離開劇情之後，依然願意回頭去看他們的每一次互動。這才是真正厲害的地方。因為演員可以靠一場吻戲制造熱搜，可以靠一次牽手制造話題，但只有真正有化學反應的搭檔，才能讓觀眾在熱度過去之後，依然記得那些細節。所以現在再回頭看張凌赫和田曦薇，或許我們真的不需要急着問他們現實中究竟是什麼關係，因為至少在作品和公開互動裡，他們已經留下了一種很難複製的搭檔感。至於未來會不會再次合作，會不會出現新的作品，又或者兩個人會不會在新的舞台上繼續制造讓網友尖叫的瞬間，這才是接下來最值得關注的懸念。畢竟娛樂圈從來不缺新的 CP， 真正難得的是一對搭檔在作品結束之後還能讓觀眾忍不住回頭，而張凌赫和田曦薇顯然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所以你覺得呢？張凌赫和田曦薇之間最讓你上頭的，到底是劇情裡的謝峥和樊長玉，還是兩人在現實公開活動中那種自然又微妙的互動？如果未來兩個人再次合作，你還會繼續期待嗎？歡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評論區。